密西根州民主党议员不当行为被该州委员会除名。邮政吹哨人报 FBI 审讯，只在乎他是如何上电视的。福克斯再曝光与中共有染的民主党议员曾戮力构陷川普。乔治亚州民主党参议院候选人父亲与中国贵宾会面。此前曾在密西根州听证会上威胁证人的密西根州民主党众议员辛西亚·约翰逊8号在 Facebook 直播视频中威胁川普总统的支持者。他在视频中说：“我只是给你们这些川普支持者一个警告，川普的支持者最好小心走路，并呼吁士兵应该让川普支持者付出代价。”这段视频长达3分多钟。约翰逊在2019年1月1号上任，他目前的任期将在今年12月31号结束。当晚One American News 的主持人 Alex Silva 透露，辛西亚·约翰逊已经被所在州议会除名，并接受调查。在密西根州议会的文件中写道，不管是威胁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都是不能容忍的，并且不符合美国精神，这也不是民选官员做出的事情。网友们很快认出来，辛西亚·约翰逊就是上周三12月2号密西根州听证会上当众通过盘问姓名威胁证人的那个女议员。当时约翰逊在听证会上向证人杰西·雅各布询问他的真实姓名是什么。雅各布回答说，结婚后他的姓氏改变了。约翰逊然后要求拼写他娘家的姓，这是这位州议员提出的唯一问题。辛西亚·约翰逊还被爆出与中共领馆关系密切。有推特网友发推文说，2019年9月，不顾中美贸易战大背景，密西根州议员在和中共总领馆打乒乓球，并挖出当时照片。网友还评论说，果真中共在美国各个权力阶层都有人，如果不是川普孤军奋战，哪能有今天的国际气候？形容中共对美国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杰西·摩根是一家邮政服务分包商的卡车司机。8号，他在《瘟疫作战室》的节目上曝光了联邦调查局特工和美国邮政服务执法部门官员与他会面的经过。摩根表示自己基本上是被审讯的。他说，我明白他们在做他们的工作，所以我告诉了他们我看到的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以及我做了什么。但是他们想要的不是这些，不是专注于画面，他们想要集中在这里，并试图找出我是如何来到电视上。说实话，这真的很悲哀。此前，摩根指证说，他在10月21号驾驶一辆装满多达28.8万张选票的卡车，从纽约州运送到宾州的兰卡斯特后，便把车子和选票停放在美国邮政的仓库。不料选票连同运送选票的卡车却在那里消失了。对此，联邦调查局、美国邮政都没有回复。美国邮政监察长办公室的发言人已拒绝发表评论。摩根觉得 FBI 似乎没有兴趣去探究卡车和选票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在推特上写道，我给 FBI 提供了关于我那辆装满选票的拖车信息，然后他们要做的却不是调查这些信息，而是去开始骚扰我的家人。摩根此前表示，他的妻子就他的举报和他发生了争执，他可能会因此失去工作。摩根在法律协会托马斯·莫尔·阿米斯塔德项目发布的视频中说，至少我相信一个诚实的选举，我认为美国人民应该得到一次诚实的选举。他的宣誓书本周已提交到宾州法院。在筹款网站 GoFundMe 上，已经有人在为摩根和另一位美国邮政的举报人威斯康星州的伊桑皮斯筹款。组织者称，他们是在为美国人服务，通过分享他们的个人经历，揭示选举真相。日前，美国邮政的投递员、吹哨人之一理查德·霍普金斯也遇上同样的遭遇。霍普金斯事后公布了采访录音。在联邦调查局工作了27年的老兵、纽约布鲁伦前助理地方检察官马克·罗金斯告诉大卷时报，霍普金斯被询问的方式表明，该机构正试图所谓的控制损失，以尽量降低这起事件所造成的影响。8号，美国资深民主党众议员埃里克·斯沃维尔跟中共女间谍有染的消息迅速引燃美国人在社交媒体的评论。据 Axios 的报道，中共特工方方跟多名美国政客保持性关系，他把斯沃维尔当作重点的培养对象。9号，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质问民主党众议员佩洛西，为何斯沃维尔这样的人可以进入美国最高情报机构。8号，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塔克·卡尔森在节目中说，
美国情报机构相信斯沃维尔与中共间谍方之间存在性关系，但斯沃维尔本人和他的办公室拒绝回答这个问题，说这可能涉及到国家安全，需要保密。麦卡锡指责斯沃维尔的主要精力放在罗织川普总统的罪名上，而没有让美国免受中共的侵害。他在福克斯新闻中说，我听到的只不过是冰山一角。中共帮助一位市议会议员，指斯沃维尔成为国会议员，此人加入了情报委员会，这是该党的领导人南希·佩洛西挑选的。跟我一样，佩洛西也是8人帮，是指听取机密情报的8个权力核心的议员之一。麦卡锡问佩洛西让他加入情报委员会时，是否知道这已经发生了，指中共女间谍事件。麦卡锡还发推文说，众议员斯沃维尔长期不具备担任情报委员会委员的资格，多年来他为了政治利益一直兜售有关俄罗斯的虚假信息。现在有关报道，我们发现他为中共间谍收集信息，斯沃维尔是国家安全的负资产。白宫社群媒体公关主任史丹卡比诺写道，斯沃维尔是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获知美国最高机密的秘密，他100%地向中共妥协了。他竭尽全力诋毁任何为川普工作的人，在过去的4年中不断的撒谎，因为中共收买了他。斯沃维尔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他确信川普总统就是俄罗斯间谍，并在弹劾川普总统的案件中非常活跃。川普总统的小儿子小川普表示，中共间谍案意味着斯沃维尔本人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当天，斯沃维尔本人竟对媒体表示，是川普总统团队在背后揭露他，但是仍拒绝回答自己是否跟中共间谍有性关系。之前，加州另一位资深民主党参议员戴安·范士丹在他的办公室里雇佣了一名中国间谍，长达20年。那名间谍驱使范士丹四处活动。华盛顿自由灯塔网站9号报道，乔治亚州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乔恩·奥索夫的百万富翁父亲理查德·奥索夫曾经在中国购买游艇时会见了中国政要，而这位百万富翁一直为儿子的政治生涯提供资金支持。理查德·奥索夫在2008年委托中国的捷腾海洋公司制造60英尺的游艇，在将游艇运往美国之前，该公司为他举行了一次海试，测试这艘价值100万美元的游艇的性能。据了解，广东省珠海市许多政要都出席了，船上有多达40到50人。捷腾海洋公司由台商 Howard 陈在1998年创立，在珠海和东莞经营生产设备。Howard 陈在过去曾宣称，得到了包括前副总理汪洋在内的中共高官的支持。这艘游艇标志着奥索夫家族与中共领导人及相关的中国公司的又一次联系。儿子乔恩·奥索夫的外国公司 Insight WI 在过去2年中，从中共支持的媒体巨头电讯盈科获利至少5000美元。奥索夫在5月份的一份竞选财务报表中没有披露这笔款项，后来在近2个月后发布的一份修正文件中透露，而他的竞选活动继续将这个漏洞归咎于文书工作的疏忽。乔恩·奥索夫在整个政治崛起的过程中，一直受益于富豪父亲的财务支持。自从2017年以来，这位民主党人从父亲那里获得了1.7万多美元的竞选捐款。他在用一大笔家族遗产购买了 Insight WI 控股权后，成为该公司的 CEO。在奥索夫担任众议员汉克·约翰逊手下的立法助理时，奥索夫的父亲还为儿子在华盛顿特区的住所买单。奥索夫还利用工作之便，宣称自己花了5年时间做了拥有最高机密权限的国家安全助理，但他后来承认，他只获得了5个月的权限。乔恩·奥索夫的竞选团队没有回复媒体的评论请求。他将在乔州1月5号的第2轮选举中面对共和党参议员大卫·坡杜，该选举将决定上议院的党派控制权。感谢您观看希望之声 TV， 我是廷芳，节目由新培制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